边上这边呢有一棵巨大的榕树，你看啊，这棵榕树4、5个人肯定是抱不住的。我现在正对的就是这个叫义亭皇宫池，这边你看啊，感觉就完全到了一片田园的地方了。这边又是一个皇室大宗祠啊，瞧瞧，完全就是一派农村的景象，很美的。嗨，大家好，现在我面对的呢是一片水塘啊，或者说是一条河吧，在这边变宽了一点。前面还有我的左侧这边呢有一个村落，这个地方已经是山水的地方了，有一个据说是长寿村，它的村名叫长崎村。岐就是西出岐山的岐啊。我现在面对的呢是皇宫祠，姓黄人家的一个祠堂。可是我边上这边呢有一棵巨大的榕树，你看啊，这棵榕树4、5个人肯定是抱不住的。这是一个古村，刚刚一路过来呢都是乡下的风景啊，但是到了这边呢，马上让你的心情会变得比较平静啊，因为它就是这么一个古村落。我现在正对的就是这个叫义亭皇宫池的，这个里面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了，只不过姓黄的族人大家捐了一些钱呢，尽量维护着以前的这种风貌。好，我在这边稍微的转一转啊。这个祠堂门前停了很多游客的车，应该都是慕名到这边来休闲的。这个祠堂后面呢就是村民的房子，那我就借着我的小车，在这个小街巷里面随意的骑转。左侧这些房子外面呢是一条河冲，就是刚刚这片水域的延伸。这房子呢也没有什么特色，看呢就是相对来讲并不是特别富裕人家起的房子，无论是房子的造型啊，甚至他连那个墙都不刷了。但是从这个房子里面看呢，依稀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保存下来的以前的老房子。我们在这个村里稍微的转转，今天是开了1个半小时多的车才来到了这里啊。其实这边离西江已经不远了，我们以前也去过西江边的一些村庄，但这个村庄呢看上去完全没有商业了，非常的质朴。原来这其实是一个水塘啊，并不是一条河。你看左侧这边呢已经到头了，右侧是个小坡，这上面还有一个凉亭，这样就已经去到了村外了。村外呢也有一个池塘，但这个池塘应该就是养鱼的池塘了。右侧这边呢是一个山坡，应该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村庄，就是刚刚我经过的右侧里面啊。这边你看啊，感觉就完全到了一片田园的地方了。我们沿着这条小道来骑行段，看看到底可以去到哪里。这里纯粹就是乡下地方啊，看来离城市文明还有点遥远。
相信这边的农民呢，祖祖辈辈也就是在这样的田里劳作啊，用辛苦、用汗水换来微薄的收入。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是有好多个水塘啊，应该都是养鱼加上养鸭，好多的鸭子在那边。广佛地区古村落有名的我们都算得差不多了，但时不时还是在网上能够找到一些被称之为古村的这种村落，像这个地方我们以前就没有来过，所以非常乐意到这边来走走。虽然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有90来公里的距离啊。今天是礼拜天，也算周末吧。总之到乡下来走走，我觉得也是内心的一种需要吧。刚刚我在村里的时候啊，就在跟家人议论，就你要完全遁入空门，特意去寻找一个封闭的环境啊，远离这个现代的生活，我觉得不明智，更没有这个必要啊。那最好呢，你还是生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但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比方说有些人呢，他有个别庄啊，他在山里或者哪个村落边上啊，有个怡然自得的去处。就像日本的城里人，他们都会买一个所谓的别庄啊，就是山里或者河边等等地方，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可以休闲思考放松的地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在周末时候啊，自己开着车到处去走走，去到一处农村，就像今天那样，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种休闲的方式。你不见得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持有一个产业啊，定期的去度假。其实走到哪都可以休闲到哪啊，一样非常这个松弛的一种状态。这边呢，就纯粹的农村了。我们在城里或者是城区的近郊啊，就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比较原生态的农村的景象了。这边有好多池塘，同时呢也有不少的田地。农民们呢，虽然掌握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有限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呢也跟城里发生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得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他们慢慢也能分辨出来种什么样的经济作物能够挣钱，然后改善一下自己的务农的方式比方说做一些经济作物，开一些鱼塘来养殖等等的，能够让自己的收入变得更好。那我觉得如此种种吧，就让这些农民呢，他也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使得我们去到很多的农村，他们都大兴经济作物的种植，还有就是这种水产的养殖。另外一些呢，也会开一些农家餐馆搞一些农家乐的游园。你想我这个左边就有一个华姐农场，好像还吸引了不少人到这边来了。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不错的一个感觉吧。
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啊，我觉得我还是原路线回到村里再说。这里两边都种了不少的树啊，但不知道是能结什么样的果实。以前古人云偷得半日闲啊，但是呢，他肯定说的是那些有事业做的人。作为普通退休老人来讲啊，每天都很闲，只不过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让每天很闲的日子过成有个那么半天一天的有意义的事啊，让自己愉悦的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吧。从这边呢望出去啊，遥远的地方我看到也起了很多高楼，应该是这个边上的城区了啊。但是几公里之外呢，这边完全是原生态。刚刚我就是从这条山道骑过来的，现在我还是原路返回啊。右侧呢是一个人工开出来的水塘，左侧这个山路呢，看来是一片原生态的森林。右侧这片水塘还是蛮开阔的，里边有些制氧的机器在工作。左侧这一路路上去呢，都是村里的村屋了，有些建得还不错，想到那边桥上走一走看看。这片村屋呢，都建在一片山路上，却有些古老的石板路。觉得很多房子应该已经荒废了。我们这边呢，张望一下。这边刚才洗拭了吗？放过泡葬的痕迹啊。总之，这边应该还都有村民居住的。你看，这个山坡上面还有口井呢，这是一口井，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嘛。好，我还是回到这边水域边上的道路上，原路再骑回去。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比方说城市化的推进，那相信这个地方呢，还是按照祖祖辈辈传下来这种生活方式，应该说日子会过得非常的缓慢。
好，现在呢又回到了刚刚这个皇室宗祠的门口，这边不止有这种参天的榕树啊，村民摆了很多的摊档，出售他们农产品。看得出来，这边的老百姓呢，也是遵循着古人的这种原则，择水而居。这边又是一个皇室大宗祠啊！哦，这边宗祠很多呀，你看这一路过来都是啊。现在我针对的呢是中式大宗祠，姓钟的人呢，在广州附近也是一个大姓啊。这边还是有不少的祠堂，也经过了一些整理啊，看上去让人家还是有一种传统文化遗传的味道。这边也有一些小店卖小吃的，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古朴的一个地方啊。你看啊，这里一个小坡上去呢，有罗氏大宗祠，边上房子还是蛮整齐的，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格局。看来这边黄的、姓黄的、姓钟的、姓卢的，还有很多的姓氏。这一下就骑到了这个村的里面来了。这个后面呢，其实就是靠山了。看啊，这个山坡上啊，有很多的竹子形成了竹林。不知道这一路可以去向哪里啊？我们就不去那么远了。现在我顺坡而下，这些都是村民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原始的状态，但也有个别呢做了一番反思。这个是什么？开了家店吗？为什么城里人喜欢到这种乡下的地方来走走？那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到这边来走走呢，让自己的心态能够放平，是因为啊。一个城里人，他的经济能力肯定是要比乡下这边的人要强的，所以呢，虽然在城里为了赚更多的钱显得比较焦虑，但无论如何呢，这边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啊，心理上会有些优势吧。你看啊，这个左侧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可以称得上一个小湖的水塘了。右侧呢也有一些村民休闲的设施啊，虽然还都比较简陋。挺不错的啊，完全是活着的一座古村。这是刚刚我开车进来的这座桥啊，你看啊，这个桥上停了不少的车，应该都从各个地方啊，广州的、深圳的各个地方来的车。那我继续在这个村里转转。非常传统的一座岭南村落，应该说这里是背山面水，
这个水塘呢，应该他们自己造出来的，但后面那个山呢，是自然的环境，是先人的选择啊。文笔山观景台啊，那这个后面这个小山应该叫文笔村。这边还写着长崎古村南越古驿道定向大赛，这是单车赛吗？该是的啊。以前没有现代公路的时候啊，都有一些古驿道，就打通了很多地方。那些马帮运送物资，当然也有送邮件的官邮邮差啊。所以这些道路呢，有些呢现在变成了现代的道路，但也有很多实际上是废弃了。那就留下很多的这些古驿道。这边有个牌坊写着山水长崎村，这就是一条古道啊。这里望出去还是有很多的水塘，周围呢都有一些小山。好，我们就不去那么远了，还是回到这个山水的长崎村里去。比较有趣的是，这边能起的这些村屋啊，大部分啊，他们都没有外墙的粉刷的啊，除了个别的几家人家可能比较考究，大部分都是不愿意花这个钱，把外墙啊弄得好看一点啊。哦，这里还画了单车道啊，就去看看。刚刚我在地图上看到啊，边上一条小河叫九曲河。这边比刚才要开阔的地方，你看啊，左侧呢，村民的房子就建得更高大，因为这边景观更好。这些房子呢，都是用心建的，看还是有一些感觉。有些呢，作为民宿啊，左侧这两家都是民宿。我们来这边看看，这个风景还是相当不错的。瞧瞧，完全就是一派农村的景象，很美的。已经在长崎村内啊，围绕着水塘还有边上的九曲河骑了一阵啊，见到了不少的村屋，大部分呢都建得马马虎虎啊。但是我身后的那批村屋呢，建的还是相对讲质量高一些，也更高大一些。有些呢开了一些民宿，现在呢应该已经出到村外了啊。可以看到这个地上啊，专门画的万里碧道。这里就是我刚刚在左侧水塘对面看过来的风景。你看啊，这边开了很多水塘，也有很多应该是养殖鸭子啊什么之类的地方。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还是绕回到村里去。田园呢，确实啊，
有让人舒服的一面，时不时在城里住久了，到农村来看看田园的风光等等啊，就确确实实会让人感到放松。但是呢，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农民的生活方式是值得参照的，觉得这是跟城里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由环境所决定，也跟他们经济能力等等啊，还有从祖上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就不太一样的啊，也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作为城里人呢，还是要立足在城里生活，时不时到乡下地方来看看风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是不错的。它不能完全替代城里人的生活，因为从文明的程度、卫生的习惯、时尚等等啊，那还差得远呢。这里呢，应该是来到了长崎游客服务中心啊。我们在这边也稍微的转一下啊，看看这个是这座村庄的入口的地方，长崎古村。这里也有公交车，佛山的公交车在这边停靠。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游客中心门前停了不少车了。这里还有一个长崎村的卫生院，这边有一个影壁啊，上面专门有长崎古村的一个导览图吧。我们刚刚去过的这个地方，皇宫池边上还有一个更港楼啊，就是守望村民的一个点吧。太宗祠，这都已经经过了，好吧，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再重复去了，我们直接还是骑回到刚刚出发的那个皇宫祠堂边上去，就结束我们今天在长崎村内的骑车行逛。感觉是很美的，你可以看到这个这边好像有一条栈道，我们可以从这边推车走过去。从这边可以来观望一下啊，你看啊，那个角角上就是一个更楼，这是以前打更人在这边守夜的地方，边上的就是皇家的祠堂。这边还是非常开阔的一片池塘水域啊，面积蛮大的。今天就是这样啊，开车来回3个多小时，那当然不仅是油费啊，还有路费的话费等等。就从广州来到了佛山山水这边的一所农村，怎么说呢？大家就是觉得这样的花费啊，到村里来走走，就是让内心有一些满足，有一些喜悦，或者获得一些平静啊。大家觉得值不值当呢？如果换做你，你会愿意花费这样的时间，还有金钱，到远离你住所的地方去求得片刻的安宁呢？大家不妨可以留言啊，说说自己的感想感受，或者你有更好的这种休闲的方式，可以介绍给大家。好了，那今天我在长崎村的这段骑行漫游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
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